大家好，这里是特特的科技说，你的科技变迁，我是 River。现在无论是买声霸、手机、电视，都会有所谓的杜比认证。目前市面上杜比又分为杜比音效、杜比全景声、杜比世界，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哪个？没关系，这个影片带你快速了解。想用3C 科技提高你的生活品质吗？那记得先订阅特特的科技说哟。先从最常见的杜比音效，这个技术是杜比环绕声音技术的统称，大量用于电影院、家庭中。提供丰富、清晰、有震撼力的音效，而杜比音效最多可以支援达到7.1声道的环绕声音效，也包含了扬声器和耳机。它会将支援杜比音效的影音内容重播技术整合，让你无论在哪都可以体验到很好的高品质听感。杜比全景声是杜比实验室在2012年4月发表的3维环绕音效技术，会比7.1声道更有临场感，声音更细腻。杜比全景声呢，相比杜比音效，主要是多了这个天空声道。杜比音效是平面的声音传递，但杜比全景声会有上面包覆你的听感，也就是所谓的3维环绕音效技术。最后是杜比世界，杜比世界是杜比实验室的 HDR 标准，基本上显示器支援满足基本条件就可以支援 HDR10，但厂商呢必须向杜比支付授权费用，才可以获得杜比世界的认证。而常常听到的 HDR10 Plus 是介于 HDR10和杜比世界中间的标准，是三星和亚马逊合作推出的免费标准。但目前更多的品牌商呢，还是会额外花费购买杜比世界授权。杜比世界强调相比 HDR 的静态元数据相反，杜比世界采用的是动态元数据，将影像的品质最佳化，让影片的每一帧呢都是最佳状态，视觉上影片会更具有吸引力。需要提醒大家，刚刚所有提到的杜比技术呢，都是必须透过 HDMI ARC 传输才可以启用。如果是杜比全景声啊，更是要支援 eARC 才可以触发。如果使用其他传输界面呢，就不支援杜比技术了。那在观看串流平台时，举例 Netflix 就会显示目前支援哪些杜比技术，这样也可以快速了解目前有没有触发到杜比技术。大家在购买电视声霸前，一定要先注意产品资讯，才不会不支援哦。杜比简单科普介绍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交流。当然也别忘了帮这支影片按赞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 ，See you。